大家好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打开这个 Heat Map 就能看到，祖国山河一片红啊。科技股在这个板块里面有大幅的回调和震荡。那这里面我最想跟大家去聊的是 Google 这一只股票啊，可能很多人现在就会心一笑啊。就在刚刚不久呢 ，Google 公布了最新一季度的一个财报，我们能看到这个数据炸裂啊，这个经营数据炸裂，但是市场呢却在用脚投票，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反应。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拆解一下这份财报，同时呢，看一下为什么市场现在恐惧在蔓延。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是陷阱还是机会呢？首先，这次 Alphabet Google 交出了一次历史上第一次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的成绩单。除此之外 ，Q4 的单季度营收增长18%。净利润增长30%，特别是大家最关注的增长引擎 Google Cloud， 在 Gemini 3的强力驱动之下，其中的这个业绩营收飙升了48%。注意，这个是营收啊，这就意味着客户们，尤其是企业客户们，正在排着队为 Google AI 的算力进行买单，这种需求极为的旺盛。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份无可挑剔的优等生答卷，但是现实却非常骨感。截止至2026年2月5日，那 Google 的股价下跌约3%，报价现在是323.08美金。那么为什么业绩大超预期，而股价却在回调呢？今天我们剥离情绪，用严谨的投资逻辑来看一下，拆解这背后的冲突。第一部分我们要回答就是市场到底在恐惧些什么，就是利空逻辑的一个拆解。现在下跌的一个核心原因呢，不是因为是赚的太少，而是因为花的太多。现在 Google 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重资产豪赌。不难猜到这个财报里面现在最让华尔街睡不着觉的数字是管理层给出的这个2026年的资本支出指引，是1750亿到185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是2025年的2倍。原本市场预期是 AI 降本增效，结果 Google 拿出来的这个军备竞赛啊，是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剧本。华尔街在乎的就是这种天文数字级别的基建投入，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转化成对应的现金流，那你每一块新买的 GPU 都会变成未来拖累资产的负担。这就好比一家工厂为了扩产，把未来2年的这个利润全都先垫进去了，那你投资者肯定是非常担心的嘛。第二呢，就是一个估值高位的一个恐高症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市盈率差不多是30倍嘛，29.9倍，这个对于一家万亿级别的巨头来说呢，它市场已经把这个完美的预期啊已经计算在内了，就是这个在市场看来它属于高估值，但是你要跟特斯拉比起来，这个不算高估值啊。任何关于周期拉长的这种回报周期拉长的风吹草动，都会引发这个获利盘的抛售，所以说这个呢不叫崩盘，这个可能叫做一种估值的回归。第三就是这种宏观环境之下的避险情绪引起的，就是美国现在的科技股板块，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祖国山河一片红啊，它这个科技股板块现在就是在承压的，在长期的高利润和高投入的预期之下，这个资金呢开始变得异常的挑剔，从高估值的成长股流向确定性更强的防御板块。下一部分呢，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回调以后的思考，这到底是陷阱呢，还是机遇？作为一个价值投资者，我们需要在人们恐慌的时候寻找这个逻辑的支点。我们可以通过这次财报呢，看到这次搜索业务的一个韧性，就是搜索业务的收入增长了17%，这个有力的反驳了他们说这个 AI 能够颠覆掉 Google 的核心业务的这么一个论调。实事证明的话呢， AI 正在增强搜索体验，而非完全代替它。只要搜索这个印钞机还在高速的运转，Google 的基本面就很稳，它没有任何的变化。第二呢，就是云业务的经营杠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48%的云业务的这个营收增长，这个只是表象，它更深层次的利好呢是经营杠杆的释放。随着云基础的这个范围的扩大，这个规模的扩大，成本它是逐渐递减的，然后它未来的利润的提升空间巨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经营杠杆。同时谷歌还具备一份坚实的资产负债表，现在账上躺着超过1200亿的现金，这个为谷歌提高了极强的一个容错率，就是极高的一个容错率。即使这个 CapEx 激进，它依然是地球上财务最稳健的、最健康的公司之一啊。
看空的人的这个观点呢，更多是在这种回报周期的一个不确定性上面这个是一个风险在于时间，也就是说你1800亿的这个投资砸下去以后，如果你迟迟的不能带来除了这个 cloud 增长以外的这个显著收入比如说你出现了这个 AI 广告变现的这个受阻，那么市场将会残酷的通过杀估值来修正这个预期。所以呢，对于这种注重安全边际的投资者来说呢，建议就是你等待的这个股价回调到就是290到300美元这个区间，那这样的话你的 PE 差不多是25到26倍，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击球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接飞刀，因为你现在还是正常的这种大家投资者情绪的释放，一般是3到5个交易日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也不建议盲目的现在就开始加仓。如果你已经像我一样持仓 Google 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完全也不用恐慌，不要被这个 Capex 吓跑尤其是你在持仓成本较低的时候，还是多看少动。这1800亿的支出看着吓人，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非常宽的护城河。这个星球上能拿出来这么多钱搞 AI 算力的公司，说实话一只手数得过来，它账面还趴着1200亿的现金呢，对不对？只要能够维持像类似这样的这种48%的这种云的业务的增长，那么它烧这个钱就是烧的是值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投入，而非这种无意义的军备竞赛。对于各位见过大风大浪的长期价值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这点下跌，这点回调基本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尤其在这么好的财报之下我们还是要集中的去看这个自由现金流，我们不要只去看营收的数据报告，因为自由现金流才是检验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能否跑通的试金石。我们要看到这个被巨额投资的背后，这个 FCF 是否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这个才是评估烧钱效率的唯一真理。你烧钱并不可怕，如果你烧1分钱能换来2分钱的利润，你就是值的，你这就是一笔非常牛的投资。所以总结来说呢，这次的下跌它本质上是市场对投入产出时间差的一种焦虑引起的而非公司本质竞争力的衰退。这次就是幅度太小，否则对于长期的投资者来而言呢，这种公司的大举投资而引来未来焦虑的短期错杀，往往孕育着长期的阿尔法收益。好，今天的谷歌就聊到这里，这里是 Simon Invest in Tech Grow in Time， 祝大家股运亨通本期节目均是我个人的投资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祝大家股运亨通。